怎么会是他？青丝蓦然烛花，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作哑。上阴雨楼找到了尸体，我便来此守株待兔，没想到等来的是你。大半夜偷偷来此，想毁尸灭迹？当然不是了，那我得亲手找到真凶，让你正式跟我道歉，告慰亡灵，也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我不能平白被大人冤枉呀！尸体是会说话的，再不你就没机会了。他们应该是吃了什么毒药了，我现在要找出毒源。大人，你看，大人，你快来看，这个就是毒源。从颜色、形状上来看，从位置、方向、深浅来看，只能是他自己伤的自己。哎，小心点。上官小姐可以平复公子的心绪。深呼吸，没事，没事。金莺莺，金莺莺，金豆掉了3大杯，天亮推倒衣服架，吓坏我们金豆粉。你看着我，潘越，潘越，看着我清醒一点。烦死了，我不是上官芷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相信你，那个时候他是真心想嫁给你。没骗你吧？潘大人，您怎么来了呀？哎呀，这伞怎么弄乱了？这都是公子花了重金给小姐买的，小姐受伤以来可都还没有用过呢。他现在是上官芷，一旦暴露他的身份，危险可能就在身边。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潘大人，今日怎么有空来看上官芷小姐？是县衙里的案子都办完了吗？我刚抓了一只山鸡，晚上在院子里烤着吃。嗯。潘大人是打算留这儿晚上一起吃晚饭吗？不必了。是不是真出什么事了？没有，查到一桩案子，有水波纹的线索。什么案子啊？此案错综复杂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我知道你心系水波纹，放心，有结果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杨采薇变成了上官芷的模样，那躺在冰棺里的是上官芷。路上遇到点意外，我摔了一跤，还好没有误了及时。上官芷假冒杨采薇来到婚礼，却阴差阳错的被水波纹组织所杀。说，
水波纹立牌到底有什么秘密，值得你不惜杀死自己的骨肉也要保全？谁指使你的？说呀！你得罪了我该得罪的人，你只会让我死得更惨。顾雍，顾雍，顾雍！上官之命丧异乡，杨采薇险些身死，都是因为水波纹组织。我定要揪出幕后黑手，还他们一个公道。他就要回来了，你们可要快些找。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大人告诉我案件的进展，不就是想让我来帮忙吗？你多虑了。不过，你既然这么关心案子，让你看一看也无妨。多谢大人。什么大人属下，这么疏远？你已不是县衙的人，以后不必叫我大人。我知道我不是县衙的人，不用时时刻刻提醒我。看着有些碍眼。是，潘大人看我总是碍眼的。怎么样？案中可看出有什么疑点？虽然案件很诡异，但是也没看到什么水波纹的线索。犯人沈慈却关在死牢之中。我去看他时，他牢房的墙上画的正是水波纹图案。那他说什么了？他只说待到案子查清，自见分晓。言下之意，他是无辜的，案件另有真相。但他如果真的是无辜的，为什么不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，非要让县衙查个清楚呢？而且，这个案子的重点是如何杀人。他沈慈一介书生是怎么做到让陈父等人目盲，失去神识，还自动跳崖呢？一针见血，不愧是你。你嘲讽我？我是真心的。大人，你既然愿意告诉我水波纹的线索，就不要事事找茬，
我这次真是冲着案件回来的，我每日工作完立马离开，绝不叨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不过，只要你还活生生的在我面前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查个勾魂案，4级也中邪了？整个案子的起因是山林闹鬼，沈慈失踪。神鬼之说自是无稽之谈，看来还得从源头开始梳理。备车，去新政书院。公子，要不要通知上官小姐？算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她大概要着急回西园吧，不用叫她。哎，等等，要去一起去。嗯。在西园住得惯吗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不必听人使唤，也不用被人教训，悠闲自在，舒服得很。听说前2天你跟卓少主去码头了？遇到点麻烦。哦，挺好。挺好。我遇到麻烦，你觉得挺好？我是说，麻烦顺利解决了，你又能回来查案，挺好。潘大人，是不是现在我坐在车里，你特别不自在，你没话找话呀？没有，我就是许久未见，关心一下。还昨天见过。不知潘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陈掌院多礼了。新政书院乃是河阳官学，钟灵毓秀，人才辈出，是河阳读书人心中的圣地。本官一直想来拜访，染染书香文气。大人垂顾，是新政的荣幸。里边请。请。没想到新政书院连仆役都风度不凡。大人谬赞了，都是书院的老人耳濡目染罢了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请。潘大人，这些都是我们书院书生所写的文章，还请大人品鉴一二。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字字珠玉，必作鸡池。新政书院果然是不凡的。大人过奖了。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陈掌院。这篇文章是出自哪位书生之手？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
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。这位书生，那个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谁啊？你们这之前有一桩鬼火勾魂案，嫌疑人沈慈，你可认识？我不认识，不知道。啊？这间房间为何白日挂着黑布？这是小儿的房间。我听说过令郎的事情，实在是让人遗憾。唉，自小儿目盲之后，神志恍惚，还屈光而行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只有遮上黑布。可否进去一看？啊，请。陈掌院，上官小姐对巫蛊之术也颇有研究，不如让她也帮忙看一看。哎呀，那太劳烦上官小姐了。请。据我所知，嫌犯是一名书生，目前就关在县衙的大牢里。我想知道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是如何做到这些的。身为儒生，不与怪力乱神，他怎么做到的我不知。但福儿出事的时候，嘴里反复念着他的名字，不是他，还能是谁？可怜福儿生不如死。为了能让福儿有一条活路，我曾数次去牢狱哀求那凶手，求他放福儿一条生路，可他却是铁石心肠，不为所动啊！我觉得这个书院有些怪异。我方才跟那个书生打听的时候，我刚一提到沈慈的名字，他就面色发白，面露恐惧，直接逃走了。应该是有人给他们下了闭口令。大人何出此言？那些书生整齐划一，不像日常之举，而像是事先排演过的。而且，你有没有听到他们所念的文章？天下之事，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。过秦论。不错。那篇文章讲的是天下之事只能亲耳听，却闭口不能谏言。那谁给他们下了闭口令呢？有可能是沈慈的同窗，也有可能是陈掌院。陈掌院深受其害，按理来说他应该想要查清案子，给沈慈定罪才是，他没有理由这样做吧？大人，咱们去一趟后山吧。鬼林闹鬼，我总觉得不寻常。前面就是鬼林了。走吧，我们去试试胆量。哎，平日不是老拿我哥当幌子吗？都不肯带我出来，今日怎么如此主动？那是之前，从现在开始，不管前路是危险还是坦荡，我都愿意带着你。
这是什么？这个鬼灵之所以叫鬼灵，就是因为进来就出不去，做个记号嘛，以防被困。这刀怎么看着这么像杨采薇的仵作刀啊？哎，看错了，看错了。糟了，怎么了？你看，咱们遇到鬼打墙了。有可能是有人在固步一阵。跟我来。哦。看见那是什么东西吗？装神弄鬼，必有所图。借我一样东西，别动。这样，我们就不会再走散了。听到了吗？有水声。这里没有河流，没有溪水，哪来的水声？真的有，你仔细听。张怀史，抓紧我，别松手！那个，我没事了，你可以放开我了。怎么样？没事没事。你受伤了？无碍。别动。这是什么？味道怪怪的。染料。染料。麻绳。所谓鬼灵，也不过就是人造的机关。这林中肯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才会如此大费周章。终于走出来了。这些机关设计如此蹊跷，
没有个多年经验，做不到这些。恐怕这幕后之人势力不小啊。这附近都不生野花，为什么唯独这里有呢？怎么了？这里土壤异常肥沃，才会长出野花。有可能下面埋着什么。我也是瞎猜的，也不知道对不对，应该是对的吧。挖开看看就知道了。新政书院的院徽，难道死者是新政书院的学生？来，刘捕快，快点！大人，陈三，马上验尸，我要知道这个人的死因和身份。搭把手。大人，看这个尸体的腐败程度，死了1年多了，还能查出个什么呀？大人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别人肯定不行，那个我一定行啊。死者的致命伤是在脖颈处，小人推断应该是被绳索勒死的。鬼灵的藤蔓。继续说。大人，这个死者已经死了1年多了，尸体腐烂到都认不清原貌，想要查出更多的细节，恐怕还得多给你些时间。大人英明，已经熟知小人的验尸习惯。行了，此事不可再拖，明日5时给我答复。是。我的祖师爷爷，小的求求你了好吗？您今晚早点来啊，别让小的等那么久啊！我的祖师爷爷，小的求求你了！哎呦，我之前问过刘捕快，他说新政书院近1年都没有报过失踪案。你说这个人会是谁啊？我猜那个人应该姓缪。为什么？这你怎么拿到的？白天在书院时顺手拿的。所以是那个时候。新政书院果然是不凡呢。大人过奖了。我可真是低估你了。过奖。这要怎么证明这个人是不是妙庄啊？我得找个借口离开，以便前去验尸。我得找个借口离开，以便他去验尸。上官大人，你先说。我感觉有点闷，想出去溜达溜达。阿瑟找我有点事，我要过去一趟。那你那边。大人，
你找我？快吃吧，别说我亏待下属。看来这新换的厨子甚得你心呐。上官小姐，阿江，你怎么来了？把东西摆在这儿吧。好的。这是……我听灵儿说你回县衙工作了，担心某些人亏待你，所以便让他多做了些菜拿过来。看来时机正好。大人，一起呗。潘大人看见我们就烦，应该想图个清静吧。先吃饭吧。走吧，先吃饭。哦。哇！快吃吧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这个。大人，您要的酒问好了。好。这么多菜，您一个人吃得完吗？本来就不是我一个人吃的，你守夜辛苦，犒劳你的。啊，真的？谢谢大人。你吃饭能不能注意点？饭都沾到脸上了，影响我食欲。不好意思啊，大人。潘越今天没有给你脸色瞧吧？怎么，少主要替我打抱不平？是，若是他再让你哭一次，我便杀了他。哎，别开玩笑了，倒也没有给我脸色看，就是感觉怪怪的，一直找我茬似的。但是吧，这样，我们就不会再走散了。少主到了。但是什么？没什么，跑了一天也累了，我先回去睡觉了。你早点休息啊。大人，吃冰饮了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不吃。挺好吃。哎呀，陈三，接着说。大人，在这个旧衙中间呢，是以白皙银箔和水银合成的汞齐，民间郎中会用此物呢填补牙齿缺漏。但是这个银箔在地下埋了太久，就容易发黑。发黑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死者生前是补过旧牙，对吧？对，大人，从汞齐的磨损程度来看，用了不太久，应该是在1年到2年。找遍河阳所有会补牙的大夫，务必要查清此人的身份。是。
错，这颗是我补的牙，但凡我补的牙都会掺点水银。河阳没有几个大夫能舍得用水银的。那你可还记得这个人是谁？新郑书院记不清都有谁来过哦。不过我每次出诊都会记账，说不定账本上会有记录。哦，找到了。2年半前补龋齿1颗，收诊金2两，病患姓名沈慈。如果这具尸体是沈慈，那牢里的是谁？看来得去一趟南郡，才能查出狱中人的身份。也可趁此机会与他单独相处。尚文哲，牢里的那个沈慈，你怎么看？他既不辩解，又不合作，整个人如云山雾罩。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隐情。不错。不管牢里的那个人是谁，定和沈慈脱不了干系。要想查明其中缘由，恐怕得去一趟沈慈老家，才能弄清楚他的底细。那辛苦大人跑一趟。听说这南郡有很多好吃的，黄桥烧饼、扬州汤包，还有桂花糯米糕，定能一解这口舌之欲。听起来真的不错。那大人你多吃点。尚文芷，你一日在县衙，便一日是我的属下。既然是我的属下，那理应为我分忧。大人的意思是让我去啊？可是我本来想的是与大人分头行动，你去查访，我就去打听打听勾魂的方术。不过你要是实在不想去查访的话，那咱俩调换，你去打听方术。区方术还用我亲自去查吗？随便找个人去不就完了？那不然，你是想让我跟你一块儿去？你不是见我就烦吗？我见南郡人更烦，到时候还要麻烦你打听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奇奇怪怪的。公子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所有县衙序里都查了一遍。可有一点？没有，非但没有，反而所有的人都挺努力工作的。具体说说。先说这个陈仵作吧。这个陈仵作之前屡屡被初学仵作的上官小姐给打压，心里面不忿，所以每日都早早回家，刻苦钻研。老主簿无儿无女，吃睡也都在县衙里面。但是他的咳疾愈发严重，所以这段日子也都没有外出过，基本上都在当房里。而刘捕快之前贪财懦弱，是这一次的重点调查对象。但是我暗中查访，发现他原来是一位孝子，之前贪财懦弱也只是为了保住饭碗，好让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。但自从灯会案之后，受到公子感召，从此拒收贿金，一心办案。其他衙役也都没有查出任何疑点。看来这个奸细藏得挺深呢。哟，哥几个都在啊！你们听说了吗？我们潘大人要跟上官小姐去郊游。前2天他还吩咐人在河阳郊区附近那个什么湖的那个客栈还订了房间呢。玉仙湖。哦，对。这大人就是大人。你说，这上官小姐跟罗少主才没走几天，大人就把人给接回来了。还是潘大人技高一筹啊！为什么说是郊游啊？
演给那个奸细看的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跟班呢？怎么没跟着？哦，阿江啊，嗯，我们只是好朋友，又不用时时刻刻在一块儿的。你不是说郊游是幌子吗？带这些干什么？你不也是吗？都是阿泽，为了麻痹县衙里的奸细嘛，演戏演全套，真是煞费苦心啊。这里好热闹啊！今天正好赶上这里是反哺节，据说很多十几年前京城的一些百戏和小吃在这里都能找得到。但是你对这儿还挺了解啊。阿泽，你去把行李都拿上去，我一会儿过去。是。
公子、小姐，本店的这羊腿可是远近一绝，请二位趁热品尝。来。啊，多谢。大人你也吃。好。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！啊？来南郡游玩也不叫我呀？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啊？我毕竟是个少主，找你还不容易啊。卓少主的鼻子还真是敏锐啊，都快赶得上猎犬了。吃什么？还挺香的。潘大人，一看就不会照顾人吧？这只羊腿呢，这个部位是最好吃的。来喽，本店招牌双龙戏珠。一路奔波，多吃点。潘大人，何时这么会照顾人了？我县衙的人，我自该尽心照顾。只怕这关心过了头，会遭人闲言碎语。准驸马拈花惹草，世人或许会被你的皮囊蛊惑，我会骂你，可芷儿却不同，会无辜受到牵连，落人口实。我想什么做什么，自有盘算，用不着卓少主提点。我才懒得提点。潘越怎么回事？前阵子还巴不得我搬出县衙，眼不见为净，近来怎么对我这般体贴照顾？没想到这反哺节这么热闹，一间多余的客房都没有。潘大人，今晚只能委屈你与我同住了。好说，我就住在对面，若你有什么事，唤我。我也住对面，若想聊天的话，随时唤我。潘大人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没必要动真刀真枪吧？说，到底为什么而来？你为了什么，我便是为了什么。若只是为了上官芷，用不着在外面埋伏这么多人吧？要我说可以，先把剑放下来。有人要劫杀你们，是那伙人。是，你怎么知道？关于水波纹，你到底隐瞒了什么？何出此言？阿泽说，那日在灯会上，你看到射杀雇佣的飞镖之后，便匆匆而去。你可是认出了那杀手的身份？潘越，我不需要你什么都告诉我。我也同样不需要什么都跟你讲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跟那波人不是一伙的，否则我也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吧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怎么，你们那么紧张干什么？过来关心一下你。哦。有事瞒着我？那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要睡觉啦。既然都睡不着，喝点酒吧。好。我听说卓少主原本在京城读书，半路弃学回来接管银雨楼，这个转变
着实不小啊。我爹对我寄予厚望，希望我长大以后不要像他一样打打杀杀和事与愿违。我爹死后，阴雨楼风雨飘零，我不希望他亲手打下的江山就这么毁于一旦。同为人子，若易地而处，想必你也会如此吧？不是每个人都像卓少主一样那么好运。我爹从小对我寄予的厚望，就是希望我从来不要出现在这个世上。而我对他最大的回报，就是不让他如愿。不过，卓少主江湖气概，怎么偏偏对京城来的大小姐上官芷情有独钟呢？我听说潘大人对这上官小姐可是嫌恶得很，如今态度急转，我也很费解。看来，你我都发现了上官芷不为人知之处啊。比如呢？比如他是个有趣的人。确实，河阳有趣的人不多。其实，你也算一个。我倒是不知道，卓少主原来对我有这么高的评价呢。你我二人如果不是喜欢同一个女子，或许真的能成为好朋友。或许吧。来，竟或许可以成为的朋友。今天这里住了很多外地的有钱人，把人全都绑了。快去报官啊！如果你信得过我，保护上官芷先走，我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好。找死！你找死！上！外面那些人是冲我们来的，是水波纹的人。嗯，你先走，我等后。你小心啊！得赶紧摆脱他们。怎么了？
潘越，潘越，取对方一缕头发缠于杯底，杯中盛满青梅酒1口以下之后，再默念其名字17遍，对方就能出现。记住了，以后有需要我的时候，记住默念17遍名字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伤到哪儿？你真的来了。果真是你！少主，孙堂主，你是要造反不成？孙震，我知道你还念着卓家对你的情分，为何背叛银雨楼？又是何人在背后指使你？少主，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为好。公子，上官小姐，公子所料不错，那些人都是银雨楼的人，而带头之人便是大堂主孙震。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没事，应该是着凉了。你额头好烫。阿泽，附近找个落脚的地方。好。动！快点！跪下！跪下！少主，找了一天了，还是没有孙堂主的踪迹。先回河阳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公子，来，给我。你赶紧去附近的药铺抓点药。是。上官芷，上官芷，还说没事。季风夜阑雨下，青丝蓦然烛花，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作哑。勾勒你的脸颊，聚散如流沙，填名字家，爱重建或崩塌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，怎
近在咫尺的天涯，我想握住全赤的窗纱。他这是守了我一夜。公子，药熬好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潘越亲了我，潘越亲了我？潘越为什么要亲我？难道他怎么可能？你醒了？嗯。来，把药喝了。我来。谢谢。错觉，肯定是错觉。要不就是刚才在做梦，一定是在做梦，我肯定没有睡醒。在做梦。公子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一会儿路上走慢一点，不必急着赶路。上官芷刚好一点，别再颠簸了。公子，我跟了你这么久，还没见过你对谁如此上心，考虑如此周到的，你还不承认你对上官小姐别有用心啊？怎么，我就不能喜欢上官芷吗？潘越喜欢我，他竟然真的喜欢上了我，怪不得他让我陪他去沈慈老家，一路上对我关切有加，所以刚刚才会……不对啊，我现在是上官芷啊，他喜欢的是假扮的上官芷，而不是我杨采薇。不，也不对，假扮的上官芷就是杨采薇啊。他怎么去了这么久，还没回来？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我出事1个月后，他便与郡主有了婚约，现在又喜欢上上官芷，他究竟怎么想的？难道感情对他而言就是一块可以随时拿起、随时放下的石头吗？多谢大人，不必费心。他怎么如此冷淡？我是哪里做的不对吗？多谢大人，不必费心。我帮你。多谢大人，不必费心。心。上官芷，你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？大人是朝廷驸马，我哪会有什么意见呀？驸马，这个误会还要尽快解释清楚才是啊。
公子，郡主他……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公子，那个郡主来信了。哼，一边将郡主的信带在身边，一边喜欢上官芷，你还真是两不耽误我。 不行，无论我怎么好奇，都不该拆他的信件。既然你这么好奇，为何不亲自打开看看？啊！这封信我还没打开，你帮我看看，可写了什么重要的事？哦。 我与郡主的婚约是假的，多谢郡主。潘公子上次所作的画，我十分喜欢。宫中的画师。 虽为我画过诸多肖像，却从未有人如你一般画出我的神韵。能得郡主青睐，是潘某的荣幸。以前只当潘廷尉家只有一个独子，没想到还有你。我对笔墨丹青也颇有兴趣，以后你时常进宫来教我作画吧。多谢郡主抬爱，只是潘某早已有婚约。易水之举，是为逼我父亲。 告知我那未过门娘子的下落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还望郡主见谅。我知道，不就是那个杨家孤女吗？听说她已经失踪10年，说不定人都死了。难道你要为她守一辈子吗？婚约能结，亦能解，只要我一句话，皇上自会答应。郡主。 他10年不见，我等他10年。他若是死了，我终生不娶。跟保罗，你怎么跟皇上交代？我会跟他说，我非你不嫁。相信他会给你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你放心，皇上那儿有我。你要做的就是尽快查明真相，为国除奸。 郡主为了救出朝中奸臣，不惜搭上自己的名誉。若没有他，我甚至都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，更别提到河阳当县令了。我都不知道你回京之后如此凶险。他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个？他是对上官芷动了真心，才特意跟我解释。上官芷啊，先别说话，先别说话。 这卷书中记载的虫谷之术对我们查案很有帮助，我要先看看。好，你慢慢看。就这儿吧。好。来，看看有什么想吃的。哼，你对上官芷还真是温柔细致。 南去名菜，西湖醋鱼怎么样？太酸了，不吃。酸。
9年园子？哎，腻死了，太甜了。那油焖竹笋？谁要啃竹子啊？上官小姐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几位客官想好了吗？吃点什么？这个。哎，对了，掌柜的，给你打听一下，您知道沈慈家在哪儿吗？你要找沈慈的家啊？他们家已经没有人了。那他家的房子在哪儿啊？一直往前走，中间第一家就是沈家。不过呀，那个地方不太吉利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阿泽，一会儿你去周围打探一下，我们俩去他家看看。是。这里如此破败，的确很久没人住过了。怎么了？这些小孩的东西，全都是双份的。你看，难道沈慈还有同胞兄弟？小心！别怕，是虫子。倒也不是特别怕。这看起来是个柴房，怎么会有人常住在这里啊？大娘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沈慈家是不是还有一个孩子啊？你们说的没错，沈家原本确实有对双生子，大的叫沈慈，小的叫沈岩。沈岩，这小的呀，说了也古怪，生下来就是瞎子，他那双眼睛啊，还透着白惨惨的光。最古怪的是，他能招来各种稀奇古怪的虫子。真这么玄乎？那2个孩子呀，是我接生的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不信。这小的眼睛看不见，性子呢也孤僻，从不跟人打交道，整天一个人嘀嘀咕咕的，就倒腾那些虫子。他爹娘也不怎么管他，他就住在自己家柴房里，几乎不怎么外出。所以呢，一般外人
都不知道沈家有2个孩子。可是有一天，这孩子还是惹了祸，他养的那些毒虫一不留神，把他爹娘给害死了。经过那事儿之后啊，这哥哥伤心的很，就离开了这儿，去河阳求学了，说是这辈子呀再也不回来了。从那以后，也没有人再见过那个弟弟。如此说来，沈岩定是跟沈慈一起去了河阳。当他知道他哥哥死在了鬼林之中，便冒名顶替他哥哥的身份回到书院，对陈父等人伺机进行报复。按照刚才大娘所说，那个沈岩天生就会控虫，那陈父等人意识不清，主动跳崖，恐怕是沈岩下了蛊虫。这么看来，沈岩的杀人动机和手段都已明确。可是这跟水波纹组织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机关重重的鬼林又是怎么回事？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。回去吧。潘大人，上官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应该算是我们第一次的正式见面吧，沈岩。你好像并不意外。只要有心，找出我的身份并不是很难的事。你生来异能，可以操控虫子。你怪陈父他们见死不救，害死沈慈，所以你假扮成他，利用蛊虫报复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虫子吗？因为虫子都是一群群的，不会抛弃同伴，而人总想着自己。不过这还不是真相。我知道你们查这个案子不过是为了水波纹，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一切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杀了陈父。你竟然教唆一个朝廷命官为你杀人？他已经是个废人了，留着他无用，杀了他也不难，何不物尽其用呢？为什么他说这还不是真相啊？到底遗漏什么线索了？没事，至少目前确定了陈父中的的确是蛊虫，只要了解了解法，就能知道真相。哎，对啊，要是陈父能够醒过来，我们也许能从他那找到突破口。我现在回去查一下方术典籍，找一下方法。哎，再忙也要吃饭吧？你这几天长途奔波，风餐露宿的，精瘦了不少。我让厨子做了几个你爱吃的菜，给你好好补一补。不行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我送你。别叫我，你有这功夫，自己好好查查案子吧。幻鸣虫产于南疆，最初脱胎于普通尸虫体内，后经南疆巫人所养，噬咬人后，通过伤口寄生到人血之中。寄生之后，人会意识模糊，无法视物，且此虫喜光，宿主也因此变得趋光，易被光亮所引。就是他。幻鸣虫一遇雪莲水就会融化，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小心。看来阿瑟说的没错，他真的讨厌我。好险，
方才差一点就回卧塔了。以银针刺于上，于腰，剑鸣，丝竹，400，秦明6穴，滴入温热的雪莲水，即可驱散蛊虫。解蛊机会只此一次，否则病患将永无可治。按着他，陈父，别让他碰眼睛。福儿，福儿要忍住啊，福儿。福儿，看好他，半个时辰之后再施针一次，就可清醒。是，多谢上官小姐。还要等半个时辰，我先去前院走走。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待在一起吗？好。如果你真的觉得留在我身边是种折磨，等查明了一切，我是不是应该尊重你的心意，放你走？腹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虑而后知所先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怎么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？有没有人啊？来人啊！啊！有没有人？给我开开门啊！什么人偷袭我？被我逮到死定了！药油，看来此人只是想困住我，并不想伤害我。肚子好痛啊！那个有没有人啊？我肚子太痛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要死了！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肚子太痛了，有没有人？上官小姐，上官小姐，你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？我，你们是怕我救醒陈父？你们是沈岩同党？不是，不说是吧？跟我见陈长院。不是，上官小姐，我说，上官小姐，你看了这个，自然就会明白的。9月初3，那不是沈慈去后山的日子吗？所以这些猪、狗、牛羊，没错，就是我们这些
家里没钱没势的书生，陈父和周哥、刘史是书院里的霸王，他们看谁不顺眼，就非打即骂，或者把人当作畜生一样取乐。陈父他还记录下这本册子，让我们传看，以此震慑。看不出来你挺能耐啊！啊，连我爹都敢顶撞，啊！骨头这么硬，那今天你就给我趴着尿尿！来，把他裤子给我扒了！哼！看什么看？你们也想趴着尿尿？滚！岂有此理！那你们怎么不告他？没用的。陈掌门一心护子，他威胁我们不许宣扬。我们都是出身寒门，10年苦读，谁不想博取个功名啊？要是跟掌门作对，那就等于失去了避举的资格，前途毁于一旦。所以大家谁都不敢说，大家都想忍一忍，等离开这里，自然就会好起来的。如今你要救陈父，我怕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做猪做狗，才出此下策。上官小姐，我求求你，您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这是我告诉你的呀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虫子吗？因为虫子都是一群群的，不会抛弃同伴，而人却只想着自己。半个时辰都到了，上官小姐到底去了哪里呀？怎么这么久啊？回来没找着路。上官小姐，快施针吧。上官小姐，怎么不施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福儿，福儿，你终于清醒了。告诉爹，是不是沈慈害的你？一定是他，是他造弄那些虫子咬了我，没过多久我就看不见了。福儿，你受苦了。潘大人，请为我儿主持公道啊！难怪你方才情绪那么反常。我一想到那人嘴里说出“公道”2字，我就觉得恶心。没想到我们辛辛苦苦救的却是一个恶魔，真正受迫害的人有冤难明。我甚至刚刚都在想，我就应该答应沈岩的条件，然后我就趁此机会拿针一针扎死他。
当然了，我也就是想想而已。现在陈父醒了，陈长院肯定不会放过沈岩的，咱们就要让恶人得意吗？你们在看什么？不知道吗？今日潘大人要公开判决鬼火勾魂案。妖术啊！什么？咱们一起看看。对，我在这他就是手头上演哦。潘大人，带嫌犯。他就是那个书生，长得挺俊气的。真是没想到啊，真的是他。你懂什么？这种妖孽怎么能轻易陷于下？千万别看他的眼睛，当心被勾了魂去。上官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沈慈今日受审，你们不去看看？这跟我们又没有什么关系。沈慈只是反抗了虐待他的人，如今却要问斩，这实在是不公平。而且你们也深受其害，你们的沉默只会成为帮凶。上官小姐，分明是你救了那个恶人，现在却要我们舍弃前程去作证，这对我们公平吗？读书要紧，莫管闲事。走，来。继续念。而不依之徒，摄取与然诺，千里送义，为此不顾事，达乎此生之分。事情的经过呢，就是这样。请大人严惩凶手，以为我死去的两位同窗之友。嫌犯，你以虫害人，致两死一伤，证据确凿，罪无可恕。你有何话说？无话。我有话说。大人，上官芷，你有何异议？没有。大人条分缕析，明断无误。但我想说的是，这堂上还有漏网的凶手，就是这位陈父陈公子。
疯了，我真以为是陈父。不会吧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杀谁了？你跟周哥、刘史三人图谋杀害沈慈。上官芷，这里是公堂，若无证据，切莫信口雌黄。大人，证据我自然是有的。这本册子，陈公子应该不会陌生吧？都是你亲手所写，上面记载了你在新政书院所有的欺凌霸行。9月初3，杨胆大妄为，暗中告状，用荆棘条一路抽打，驱赶至后山鬼林，林中遇鬼，将杨拖走。9月初3，也就是沈慈被害的当天，这也就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试胆大会，是陈父等人强行将沈慈拖走。怎么样？快点儿！快点！好玩吗？我觉得这林子邪乎的很，咱们换个地方玩吧。我怕什么呀？啊！老子还没见过鬼长什么样呢。起来了。这样的。我去把嘴给我闭严实了。走。陈公子，我应该没有说错吧？你自己的字迹，总不会认不出来吧？一本小册子而已，怎么能当做杀人的证据呢？富儿从小就喜欢奇思妙想，随手写下来的这些字句，若这也当真，岂不是太儿戏了？对啊，我编故事写着玩呢，根本就没有这些事儿。上官小姐，你之前救过富儿，我很感激。若是再这样没有分寸，我可以诉你诬告之罪。陈掌院，您先别着急，我还有人证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合起来诬陷我，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？啊！达逝者，达乎死生之分，则利害存亡，弗能乎也。新政书院学生杨万明，愿押上我的功名和前程，为沈慈作证。陈父长期欺凌，陈掌院失职无教，这才酿成今天的惨剧，请大人明鉴。你们，新政书院王斌也愿作证，新政书院牛强也愿作证，新政书院应征愿为作证，我们都愿意作证。你们这群贱民！陈父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作何解释？没错。是我打的沈慈，也是我逼他进的鬼灵，怎么样？富儿，他
什么呀，爹？您是长院，整个书院都是我们家的。我不过是找点乐子而已。婶子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？我赔她点医药费就是了。你们能治我的罪吗？啊？能啊。陈仵作，抬上来吧。现在陈父醒了，陈长院肯定不会放过沈岩的，咱们就要让恶人得意吗？现在除了县衙里的人，没有人知道后山那具尸体是沈慈的，更没有人知道死牢里关着的是沈岩。那大人的意思是，就让沈岩把这出偷梁换柱演到底吧。陈仵作，念验尸禀数。是。尸体发现于新政书院后山悬崖下，死者男，19岁，死亡时间为1年前，死因为窒息，经确认是新政书院书生沈慈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是我不知道。对，他是沈慈，那他是谁？对呀，他是谁啊？那他是谁啊？你还是自己说吧。我叫沈岩，是沈慈的胞弟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生来就与虫为伍，就连亲生父母都对我避之不及，唯有哥哥，是我从人身上获得的唯一温暖。偷偷将我哥的尸体埋藏起来，以他的身份回到书院。因我目盲，无人察觉。你们杀了我哥，就该替他偿命。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我的眼睛，我也看不见了。我看不见了。富哥，富哥，我看不见了。我也看不见了。富哥，富哥，我用幻冥虫让他们目盲，幻冥虫趋光而行，我又操控萤火虫，用虫光引他们跳崖。福儿，你们想害我？潘远，你竟然为了一名死囚隐瞒身份，跟我使诈！福儿，使诈？我自始至终有提过他的名字吗？是你自己太笨了。更何况，对付你这样的奸恶之辈，我诈你又如何？潘大人，富儿年少无知，是我这个做爹的疏于管教，还望潘大人手下留情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好啊。根据我朝律例，过失杀人、伤害、无赦，即刻入狱，流放边疆。富儿，认罪伏法，才是真正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潘大人，来人，带下去。富儿，富儿，富儿，你救救我！富儿，流放！富儿啊！你救救我！沈岩，你以仇复仇，其情可谅，但于法不容。
判你杀人偿命，秋后问斩。草民知罪，谢过潘大人。走，回家了。爹爹，那个哥哥说，达事者达乎死生之分，则利害存亡，弗能患也，是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就是说，读书最重要的是要懂得真正的大义。人一旦想明白了真正的大义，就会变得勇敢。什么利害关系都不能迷惑他，也不能吓退他。哦，那我将来也要做一个懂得真正大义的人，是吗？好。爹爹，你看太阳出来了。是啊，太阳出来了。沿着史书在春秋，看波澜，惊涛不休。道一曲便来无恙，持一生斩断情忧。身负这无量劫炼狱，只为守护温柔。两马难成，纵有万千权谋，如何墨画情仇？相思成灰，灰飞烟灭，灭绝前缘带从头。人可以急刀入深，两马难成；人可以任重致远，良才难令；人可以治军建尊，事故天地不昭昭，大水不扰扰，大祸不了了。我虽然能够理解沈岩的所作所为，但我觉得他实在太傻了。为了报仇搭上自己的一生，却不知道他的人生可比那些恶人珍贵的多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他既然选择复仇，就需要面对他应该承担的刑罚。对了，你是怎么劝那些书生站出来作证的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是让人在他们窗外念了念书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其实沈岩说的没错，人没那么伟大，甚至有些时候比虫子还渺小。因为顾及自己的利益，所以会变得懦弱。嫌疑人沈慈你可认识？我不认识，不知道。会动摇，也会犯错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为了正义，奋不顾身的勇敢才最重要，不是吗？等查明了一切，我是不是应该尊重你的心意，放你走？不，这样的你，我绝不会放手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雨过天晴，心情大好。公子，公子，这是以沈岩所说，在书院围墙外的一颗石头下面找到的，是沈子的日记。他找孩童帮他读了，是水波纹。孩童画在沈岩的手心，他便记下来了。妙庄，这不是路部上另外一个死去的书生吗？真这个妙庄是跟着陈长院去的后山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跟陈长院肯定脱不了干系。这新政书院的后山，很有可能是水波纹组织的一个据点。所以他们才会造了大片鬼林，用各种机关来吓退旁人，而妙庄无意之间撞破了他们的秘密，所以才会被杀人灭口。可是妙庄说的话十分不合情理，你觉得他是真看见了，还是产生幻觉了？看似胡言乱语，可每句话背后却指向清晰。你看，10数艘鬼船悄然而来。这说明他们组织庞大，而船头上的灯笼亮了，陈长院手中的灯笼也亮了，这说明他们的行事十分严谨。而灯笼
就是他们接头的信号。这船上到底藏了什么这么隐秘？山底的水上神殿。看来这后山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们去鬼林，听到了是有水声的？暗河。根据妙庄的描述，他那天晚上来的应该就是这附近。这也是上次你被拖走的地方。就在这儿。一会儿我先下去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拉动3下，你再下来。嗯。小心！这四壁都有修葺的痕迹，难不成这个洞口是挖出来的？这个洞口很有可能是通风所用。走。小心！哦。这地上的痕迹是堆放物品所致，这里之前应该是个仓库。看样子，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查到后山，所以紧急转移了这里的东西。怎么了？你说这是不是装货物的布袋啊？先拿回去，再做研究。好。先走，走。
回火案今日便会再添一名死者。难道有人在里面？等等，我来。是沈妍演的幻冥虫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你被咬了？没事，先走再说。走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的眼睛？没事，先回去再说。不对，小心！他眼睛看不见了。小心！背后3步有人偷袭，右5左3。左后方10步。上官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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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上官直，你在哪儿啊？上官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回答？难道他？
小姐，雪莲水好了。小姐，这套方法为什么不起作用了？你怎么了？怎么抖得这么厉害？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没事，你别担心。我不担心。要是被你这个庸医治瞎了，当不了县令，那我正好堂堂正正的赖着你。放心吧，河阳我可熟了，保证饿不着你。那多好啊，有你相伴，逍遥自在。沈岩，我有事情想要问你。是潘大人出什么事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脚步匆匆，呼吸急促，定是极为在乎的人遇到了麻烦。除了潘大人，我想不到别人。是，我们按照日记的指引去了后山，潘大人被幻鸣虫咬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后山的幻鸣虫都是我养的，但他们从来不主动攻击人。是有人故意引我们进圈套。我来是想要问你，我用之前治陈父的法子，用雪莲水给潘大人治眼睛，可是非但没有成功，反倒双目流血。雪莲水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，如果流血，就有些棘手了。再观察3日，若还是没有好转，那就怎么样？可能永远看不到了。不会的，我肯定会想到办法。若治不好呢？阿泽，阿泽，阿泽，阿泽。阿泽，阿泽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要拿什么东西，我帮你。不用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哦，原来我们潘大人是害羞啦。
那天在破庙偷亲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害羞啊？那天你醒着？当然了，谁能想到咱们清风朗月的潘大人也会趁人之危呢？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趁机讨回来呢？公子啊，我替你拿了公子啊，我知道你跟杨姑娘相认激动，但是你这身子骨不行，出去，你得是。我找个帕子给你擦一下。哦。以前摸过的身体，没有1000也有800，怎么这会儿不好意思了？你这个伤疤是怎么来的？潘越，御史太参你私德不修，诋毁民女，害其身死，跟我回京面圣。原来都是为了我。没事的，已经好了。我真傻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怀疑你，白白浪费那么多时间。是我一直没能让你相信我，怎么能怪你呢？我们做个约定吧，以后我们之间再无任何秘密。我答应你。
按照书上说的，野养的幻冥虫毒性更大，需要这几个穴位施针。我问过沈岩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不然会永久失明。没什么犹豫的，施针吧。你现在什么感觉？比上次疼了一点儿。继续吧，就算治不好，也可以一起去讨饭，不是吗？你的脸颊，聚散如流沙，填名字恰，爱重建或崩塌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你若近在咫尺，哎呀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裴月，裴月，感觉怎么样？看得清晰吗？第一个看到的人是你，真好。你说这布条到底是干嘛用的？还有这个图案又是什么东西啊？是文字还是图案，还不一定呢。文字。哎呀，要是阿江在就好了。这河阳的布庄都是严雨楼的生意，前几日收到过他的口信，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严雨楼的奸细与水波纹组织有关，也许他现在正在遇到难题。那我待会儿去严雨楼问问。我跟你一起。开饭啦！小姐大人，快尝一尝，这是我新研究的菜式，看好不好吃？肯定好吃。你都没有尝过，怎么知道好吃啊？我当然知道了，灵儿做什么都好吃。哦，小姐，你先尝尝这个，你肯定喜欢这个。你这个白色的是什么？哦，我刚刚切菜切到了手，应该是阿泽帮我用盐水清洗伤口的时候留下的。盐？灵儿，我前日的衣服洗了吗？没呢。那你帮我拿来。那天从后山山洞出来的时候，我的裙角就是这样的。因为当时情况紧急，所以我就没有多想。现在一想，应该是我去河边拿布条的时候，裙角就沾湿了。也就是说，
山洞里储藏的其实是一袋袋的盐，正因为是盐，所以在搬运的时候难免会有洒漏。盐洒到河水里，河水里盐的浓度太高，水里的鱼全都死了。竟然有这么多犯禁的私盐，怪不得那个陈掌院耗数年之功，在后山造这么大的工程。可是这么多私盐从哪儿来的呀？阿泽，集合人手，查抄新郑书院。是。找到了！账本被拿走了。阿泽，大人，张贴告示，全城通缉陈掌院。是。